大家好，我是雷亚。最近因为太忙了嘛，有些游戏明明知道很好玩，我都只能忍住不碰，等到有时间了再打开。比如说发售了快1个月的《暗域幻想》，我知道上个星期才有时间坐下来好好的玩，结果嘛，果然沉迷了。作为一个从 P52才开始入坑玩 A 社游戏的人，《暗域幻想》的确符合了我的期待，有种大脑洞暗黑童话的感觉。他家自成一派的 JRPG 设计思路，以前都是用现代都市背景来呈现的，结果这次改用童话风的奇幻背景来呈现，出来的效果太有意思了。我顶着黑眼圈打通了一周目，也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体验，顺便聊几句游玩途中产生的想法。暗域幻想 ReFantazio 由女神异闻录系列的原班人马打造，他们在推出了大受好评的 P52过后，没有开始做 P6，而是做了暗域幻想这个全新的作品。我从消息公开的那一天就很期待，虽然 P 系列超级好玩，当然我一直扮演日本高中生也是会腻的呀。而暗域幻想所做的，就正是把 P 系列的美学和设计逻辑，包括备受欢迎的日历系统、职业系统和人物羁绊系统等等，全都搬到一个新世界观里面去，并且还是传统的王道奇幻故事。这个想法听上去就很好玩，而我玩下来过后发现，确实很好玩。游戏机制都融合得很好，有一些剧情设定还挺引人深思的，虽然有些不完美的地方，但绝对是品质超高的现代 JRPG。暗域幻想采用的故事主干是奇幻作品里常见的王位继承战，让多方势力在王位的争夺中对抗。但由于 P 系列的想象力，这个老生常谈的设定就有了新的味道。编剧用之前的现代视角重新审视了英雄冒险的本质以及幻想故事的本质，并把现实世界的议题结合了进去，譬如说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游戏的背景是尤克洛尼亚王国，位于一片生活着多个种族的魔法大陆，这些种族都有非人的能力和特征，譬如说翅膀、犄角、兽耳等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这个国家的王子多年前就身中诅咒，下落不明。而在游戏的开场动画里面，国王也死于非命，从而引发了王位的空缺和国家的动荡。我们操纵的主角是个神秘的蓝发少年，名字一如既往由玩家自定。他隶属一个守护王子的秘密组织，他履行的目标也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设法解除王子身上的诅咒，让王子从沉睡中醒来，继承王位。有种致敬睡美人的感觉，有没有？但这个目标对主角来说困难重重，因为在教会长久的推动下，大陆上不同的种族和信仰都被强行分了优劣，那些隶属低等种族或者异教信仰的人们都面临着赤裸裸的歧视。而我们的主角恰好来自所有种族中最为稀少并且最受歧视的艾尔达族，身上没有任何非人特征。世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艾尔达族是世上所有灾害的根源，而这些灾害中最恐怖的是一种可以轻松毁灭城镇的巨型怪物——人类。是的，你没听错，人类这个词语在本作的故事里面指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这些诡异至极的大怪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叫这个，就是剧情后期的重大揭秘了。但为了避免混淆嘛，我还是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译名猿人来称呼这些怪物。猿人的造型都超级奇葩，致敬了15世纪荷兰画家博斯的作品，脑洞突破天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大家自己看吧。玩法方面，如果你之前玩过女神异闻录系列，那暗域幻想的系统里就都不会陌生，充满了各种既视感，可以很快上手。但即便没有玩过，我觉得本作也很适合新入坑，因为社交机制被简化了，跟同伴建立感情更加容易，让玩家可以专注于推流程，体验比起 P 系列更紧凑。不过他家游戏的难度在 JRPG 里面一直算偏高的，我建议新玩家都从第2档的简单难度开始，以便熟悉系统，免得前期在迷宫里面浪费太多时间。本作的战斗可以即时攻击敌人，这样能够直接消灭低等级的敌人，也可以把敌人打晕了再进回合制，获得大量的优势。当然这样也有被敌人打到让敌人获得优势的风险，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手残的话，有时候提前手动进入回合制反而会更安全。这一代的职业系统不再叫做人格面具，而是叫做原型，又译作阿基泰，其觉醒动画比 P 系列里面的爆头还要夸张，直接伸手掏心，玩的就是视觉冲击。这些原型大部分对应了奇幻故事里常见的英雄职业，像是战士、治疗师、盗贼等等。里面还有个深度致敬人格面具的原型——面具舞者。P 系列玩家一看技能就会懂里面的梗。原型系统的逻辑很简单，也很灵活。一旦获得了一个原型，所有队友都可以花 Mark 资源点把它学会，也能把其他原型的技能继承过去。等于说我可以完全自定义全队的职业和技能。因为本作很多强力技能都是组合技，需要2个特定原型合力释放，所以怎么搭配原型就成了一门学问。
还有些原型是快速刷钱和节约时间的利器，比如说商人原型，打一个敌人就掉几百块，只要找个迷宫来回刷几把，绝对不缺钱花。又比如说法师原型，让全队可以在迷宫里回蓝，对于严重缺蓝的游戏前期非常重要。不同的原型配置能够完全改变玩法和游戏体验，而每当练满一个原型，还能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这就给了我大刷特刷的动力，真的很难不沉迷。至于要怎么解锁新的原型嘛，那就牵扯到本作的养成机制了。暗域幻想继承了 P 系列的5维系统和社交系统，我们在旅行中能遇到各式各样有魅力的盟友，能入队的和不能入队的都有，剧情背景各不相同。通过触发并完成他们的个人事件，羁绊等级会上升，从而解锁对应的新能力和高级原型。因为许多事件的触发都要求主角的5维属性达到一定等级，所以利用有限的时间参加各种活动，磨练5维属性，也是玩家需要在游戏里做的事。我个人向来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在模拟养成上，所以比起 P 系列，我更喜欢这次暗域幻想简化过后的社交系统，可以一眼看到同伴什么时候想找我触发事件，而且一旦触发个人事件，关系等级就必定提升，随便对话选项怎么选，这样我就不用为了好感度去反复读档当讨好型人格了。所以在这一代，我们只要持续提升主角的5维属性，在最终大战的几个星期之前，就能轻松把全部人的关系等级升满，解锁他们所有的原型和能力加成。就算漏了什么东西嘛，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因为本作有2周目选项，可以继承所有的道具和原型经验值重新开档，也会解锁游戏的最高难度，以及一点点额外的隐藏内容，让玩家有动力去新周末再一次挑战。主角的冒险会从6月中开始到10月初结束，一共3个多月。除了一些被主线剧情强制占据的天数以外，玩家都必须自行决定每天该做什么。中途有些主线事件是有期限，一旦没按时完成，就会直接触发跟 Game Over 类似的坏结局。不过在普通难度下，本作的时间压力真的不大，分配起来还是相对自由的。这一代虽然视觉风格很多彩很童话，但游戏头半个月的气氛还是比较压抑，因为事件都发生在一团糟的王城，而我们的主角又处处受歧视。游戏在一开始就会直接告诉玩家，暗杀国王的凶手是路易，一个思想很激进的年轻将军，跟教会一派的势力相对立。路易想推翻王国原本的社会制度，自行称王。哪料国王死后，王之魔法发动，终止了他的夺权计划，还开启了一个特殊的继承人之战。王的灵魂在天空向全境宣告，谁能在期限之内赢得最多民心，谁就是下一任统治者。而游戏在这个剧情过后才算是正式开始。主角团、路易、大主教以及其他大量趁势加入的候选人都被迫展开了一场竞争，只能靠赢得民众的爱戴去决出下任国王。主角团参加竞争的原因依然是为了解开王子的诅咒，并阻止路易的野心。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故以及变故背后隐藏的真相，将会把主角的道路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旦故事铺开过后，主角团就会获得一艘魔动力交通工具，用来前往大陆的其他城市和地区，而游戏的基调也会轻松起来。玩家能一边欣赏各地的美景和风土人情，一边跟同伴们深入交流。旅行的路线和日程都由我们决定，除了奔向主线世界，也可以去完成各地的支线和悬赏任务。虽然赶路需要耗费天数，但途中我们能在交通工具里面进行养成活动，比如说阅读、社交、烹饪、泡澡等等，会获得道具或者属性的提升，成了养成的重要环节。我觉得这代故事整体观感还是挺不错的。随着沿途目睹的不公和遭遇的种种戏剧化事件，玩家会发现主角团的冒险不光是一个救王子的故事，也是一场对社会和政治理念的探讨。有意思的是，主角随身携带着一本小说，里面写了一个基于我们人类现实世界的幻想乌托邦，而且是理想化的版本，比如说没有歧视、没有纷争之类的。这些描述都让主角心生向往，甚至把它当成了要实现的目标。这个颠倒幻想的概念真的太有意思了，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面，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他们的幻想，同时他们的现实又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感觉真的特别奇妙。难怪游戏标题会以暗喻为名。单从剧情上来说，这本书存在的原因还会牵扯到故事后期很大的真相揭秘，我这里就不剧透了，希望大家自己去体会，确实是个很有冲击力的反转。当然了，人性是有诸多弱点的，如果一个故事牵扯到社会和政治议题，就不再是单纯的非黑即白二元善恶观了。所以本作故事的许多人物都做出过一些难以评判的行为，譬如说我们有个朋友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治安官，因为太想把城镇管理好，把镇民们保护好，就开始派人天天监视镇民，结果反而搞得人心惶惶，被民众所畏惧，是不是很有现实意义？编剧一直在提醒玩家，
在一个存在偏见或者是不同政见的社会里面，没有问题是可以简单看待的，也没有问题是可以彻底解决的。不过在日式二次元风格的剧本阐释下，本作并没有把这些议题探讨得过于深刻，都是点到为止。即便有诸多残酷的事件，整体基调依然正面向上，结尾也有不能免俗的桥段，有种在看优秀青少年读物的感觉。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还正是暗喻幻想的旅程吸引我的原因。因为它既有单纯的天马行空的童话幻想，同时也流露出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难以改变的无奈。这种在无奈的现实中去天真的坚守理想的感觉，会让每一次胜利都显得格外欣慰。因为幻想是一回事，而要去现实中实现理想，哪怕只是接近理想，却需要极大的努力。但只要人们还怀抱着希望，还愿意为之付出，还愿意倾听彼此，并且善待彼此，那么一切仍然皆有可能。这是一种只有 JRPG 的天真能带给我的温暖感受，也是暗喻幻想的故事带给我的感觉。只要你可以接受日式二次元的演绎风格，那就一定能够接受这个故事，并且喜欢上暗喻幻想的游戏体验。我觉得它适合所有的 JRPG 玩家，而不光是真女神系列的粉丝。在游戏业高度发达的今天， JRPG 已经失去了20-30年前那种巨大的影响力。我有时候甚至会听到 JRPG 已死的极端言论。但像暗喻幻想这种既能维持自身 JRPG 定位，又能够做出与时俱进特色的作品，就是我仍然对 JRPG 抱有期待的原因，也是我觉得现代 JRPG 应该有的形态。它提取了女神异闻录和真女神转生系列的精华，把经典王道风格的幻想 RPG 给做出了全新的玩法体验，玩得我非常开心，也希望更多人有机会体会到它的魅力。所以我也决定在这期影片的评论区抽个奖，随机送出3份暗喻幻想，欢迎大家踊跃留言。我感觉 A 社肯定会把这个系列继续下去，因为游戏到目前为止收获的评价和成绩都很不错。这个新的职业系统表现得很好，新的世界观也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空间，让我很想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故事。当然，如果阿特拉斯要在下一部作品回归 P6 嘛，我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本期内容，不要忘了点赞支持一下我噻。我是莉亚，大家下次再见啦。